好，我是手作摄影的 Rosa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压布脚的使用方式哦。总共会有6种常用的压布脚介绍给大家哦。今天会介绍的是这个拉链压布脚、缝扣子压布脚、卷边压布脚、布边缝压布脚，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考课用的压布脚、包边压布脚、防水布压布脚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双边的拉链压布脚哦。那这个双边呢，就是有左边跟右边可以做选择。那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呢，会是车左边这边哦。你的针呢靠右，布料在你的左边。那安装的时候呢，就记得要把它安装在左边这边哦。那在车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对齐方式哦，也就是你把布边呢靠在这个压布脚的这个边缘哦，车过去这里的缝份呢就会是0.7哦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卷边压布脚，那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螺旋状，把你的布边卷进去哦。这个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呢，就是先把布料穿进去之后呢，再做车缝，会比较安全哦。首先呢，我们自己呢，先这样稍微折进来，它的卷边大概就是0.3公分左右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折得太多。确定前面的部分先折好，把刚刚这个卷好的边呢，先塞进去压布脚里面。塞进去之后呢，放下压布脚，先开始调整一下针位哦。往下转，确定它可以车到你的卷边的边缘哦。确定好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先往下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车缝哦。要注意车缝的时候，你的折边要靠着左边的边边，然后布呈现有一点点斜的状态。这样子它卷进去才不会越卷越歪哦。我们就维持在这里的宽度就可以了，让你的布边尽量对齐里面的这条线。这样就完成啦。再来是布边缝压布脚，就是一般我们在使用这个简易考课的时候，建议还是换成这种压脚，车起来布边会比较漂亮。那在车缝的时候呢，你的布边要对齐旁边这一条线哦，就是你想要考课的地方。那中间这个间距呢，如果你是可以调整间距的机型的话，你要注意不要去打到这个中间这根杆子哦。就是需要让它在这边这2个点这样来回来回，才不会有问题哦。车缝的时候，这个缝隙呢就是对准这个布边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放下来试试看，先转看看它是不是不会打到中间那条柱子哦。先用手轮呢稍微转个2、3下，确定它可以正常运作之后再开始踩哦。你只要有对齐这个布边车呢，它就会这样子很漂亮哦，然后也不会有布被夹进去的这个情况发生哦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如果没有使用这个布边缝压布脚的时候，车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哦。如果你没有对好位置的话，它就会有点被卷进去了，然后它的布呢也比较会被拉扯到哦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车这个考课边、简易考课边的时候呢，来更换一下这个布边缝的压布脚哦。再来是缝扣子的压布脚，那缝扣子的压布脚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蓝色的地方要朝前面，这个地方朝后面才装得下去哦。它这个蓝色的部分呢，你就是把扣子压着，然后一样呢要调整成这个左右方式的这个车缝花盘哦。那重点是呢，你必须要把送布尺呢往下降。那如果送布尺是不能够调整的机型的话呢，就是记得要用一个补缀板把它盖起来哦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装上去。
将你的扣子摆在定好位的地方哦。压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调整它的针位跟它的车缝的距离哦。先往下扎看看，确定一针没问题，再往旁边调整好之后呢，我们先用手轮先转个2、3针哦，去确定它不会刺到这个扣子哦。目前看起来是没问题了，我们再开始踩几下哦。你看它在缝的时候呢，这个布就不会往前走，这才是正确的哦。扣子车完就这样子美美的哦。那如果你怕它会掉的话呢，你到时候啊剪掉之后，后面有2条这个上下线呢，你就可以把它绑起来，打几个结就比较不容易掉哦。可调式的滚边压脚。那一般呢，我们就是把滚边条呢从这里穿进去，从这个么字形地方穿进去，再把布夹进去之后再做车缝哦。它这里呢有一个螺丝可以转，上面有数字哦，有5、10、15、20，也就是你需要车缝这个包边的这个宽度哦。那我今天呢用的是这个2公分的人字带啊。那我们包边起来的话呢，就会是0.7哦。因为呢，它中间会有一点厚度嘛，所以如果你需要它包起来是1公分的宽度的话，你可能就需要购买2.5公分的人形织哦。这个呢，我们就一样的是先把它穿进去这里哦，这个么字形，先穿进去之后呢，用锥子稍微辅助一下，把它往后面穿出来。这里的地方要注意，它比较容易卡住哦，所以从边面的地方要把它抽出来。要确定你的包边条呢是有卡在这个么字形里面的哦，然后我们就转动螺丝把它压紧。这边你可以感觉到它不会再松动，你看从后面可以看到它已经挤压到这个边缘了，基本上这样就没有问题咯。那这个包边条呢，我是建议开始先超出这个压布角，先拉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安装上去哦。然后呢，记得把这个线拉到后面去。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要包边的布料呢放到中间哦。那要车缝的时候，注意后面这里啊，还是要稍微抓一下，它的左右才不会跑掉，不然有时候你前面车完啦，后面就还没有车过去哦。那因为呢，它这个压布角这里啊，其实是有点往上翘的哦，所以你在车的时候要稍微压一下。看这个包边条呢，如果你有把它设定好这个宽度的话呢，然后夹车的时候记得要把它稍微拉一下，两边就会车得很漂亮咯。那它这个压布角呢，大家刚刚有看到，在车缝的时候它是会稍微有点往上翘的哦，所以它是会有一点布是被这样子拉成这个形状哦。所以这个呢，我是觉得就是车直线的这种包边可能比较适合，转弯的话呢，可能就比较没办法像这样直接车过去哦。不过呢，如果以这个直线的包边条来说，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辅助的道具哦。再来是这个防水布的压布角，那它跟一般的压布角主要的差别呢，它是一个塑胶做的这个压布角，然后下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涂层哦。就像这种防水布，如果你用一般的压布角的话呢，它就会比较容易卡住。但是像这个啊，你看它就是可以这样比较滑溜。所以如果说你有需要车这种明的防水布，或者是有涂层的那种防水膜的时候呢，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换成这种压角哦。
车缝好的防水布就会长这样。你看到它是非常平整的哦。那我另外一边呢，用一般的压布脚来做这个防水布的车缝。虽然说它也是过得去哦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点卡卡的被拉扯住，所以它的这个布面呢是有一点点扭曲的哦，不会像这边这么平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6个压布脚的使用方式跟介绍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哦。那如果你们在使用上呢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，我们会有专人帮您做回复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Rosa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